一级王妃随着绿头天龙人一起登船，离开了愚人岛，音信全无。所有人都在祈求一级王妃能够平安归来。就算是年幼的白星公主，也能感受到一级王妃此行离去，凶多吉少，也许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是一段彻夜难眠的难熬日子，人们只能自我安慰，要相信一级大人，他一定会平安归来的。就在人们的希望慢慢熬成失望的时候，龙宫城的观光船突然靠岸，一级王妃平安回来了。一瞬间，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突如其来的惊喜远比有准备的喜悦更让人开心。更让愚人族意外的是，一级王妃不仅仅平安归来，而且成功说服了野蛮的天龙人，拿到了世界贵族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促进人类和愚人的友好发展，对于签名和意见，我等表示赞同。也就是说，一级王妃号召愚人岛岛民签字申请移居的事情得到世界贵族的认可。这样一封信将在世界会议上发挥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愚人岛希望的曙光，愚人族移居的梦想越来越近。接下来就需要愚人族的岛民表达意愿了。只要愚人族能够在申请书上签字，表达愿意移居地面和人类共存的意愿，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稳了。愚人岛的岛民们听完了一级王妃的演讲后，沉默了几分钟，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签名递交上来，很快将纸箱填满。愚人族终于放下了顾虑，决定配合一级王妃达成移居地面的梦想。一级王妃面对热情的岛民，面对近在咫尺的希望，突然泪水夺眶而出，激动地大哭起来。慎平面对此情此景，突然感慨一句：真想让泰哥大哥也看看呀。日子一天天向前推移，递交上来的签名越来越多，一级王妃心情大好。就在一切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级王妃却突然遭到枪手枪击，一枪打中要害。收集来的岛民签名也被人放火烧毁，在场的人都懵了。慎平当即下令保护王族，卫兵们这才反应过来，百姓受到强烈的刺激，放声尖叫着大哭，声音波动海面，深藏水底的海王类开始躁动起来。白星是传说中100年才能出现一个的可以与海王类对话的人鱼，不过年幼的他还无法控制这种力量，如果他失控，整个愚人岛都会被夷为平地。白星的哥哥翻车星和黄星为了哄妹妹开心，强忍住悲痛给白星跳舞，白星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海王类也停止了活动。沙星抱着母亲流着泪哽咽道：我们一定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伟大战士，会一直保护妹妹，会继续收集被烧毁的签名，所以请母亲放心。一级王妃交代自己的孩子，切记不可为了他而活在复仇当中，无论凶手是谁都不要报复。最终，一级王妃带着微笑和遗憾慢慢闭上了双眼。卫兵们在周围展开搜索，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持枪的人类。不用说，肯定是这个家伙杀害了一级王妃，霍迪一枪将人类打死。不顾慎平的阻拦，拖着人类的尸体示众，向在场的愚人族同胞展示，这个人类就是打死一级王妃的凶手。愚人族对人类的仇恨再次被点燃。一级王妃死后，尼普顿国王选择躲在了硬核塔里，他担心自己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向人类复仇。如果那样做的话，仇恨就会传给整个愚人岛，传给愚人族的下一代，愚人族和人类就再也不会有和解的可能，一级王妃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尼普顿王只能选择躲在硬核塔里发泄哭泣。几日后就是一级王妃的葬礼，尼普顿王从硬核塔里走出来，整理好情绪。妻子的葬礼他不可能不参加，不过由于范德戴肯对白星的骚扰，尼普顿担心有狙击手藏在暗处，于是让王子和公主们回避起来，不允许他们抛头露面。葬礼上，沙星王子通过大屏幕向在场的愚人族做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讲话。一级王妃这后半生一直为了愚人族和人类交好而奔走，他们决定继承母亲的遗愿。2年后的世界会议递交申请已经来不及了，不过还有6年后、10年后，众人的签名被烧毁了，也可以从头再来。等到大家心里的创伤治愈了，再一起实现移居陆地见到太阳的愿望。之后的10年，3位皇子以及白星公主、尼普顿王通过大屏幕向愚人岛岛民呼吁，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又收集到了很多国民的签名。这就是这些年来愚人岛的奋斗以及太阳海贼团成立的历史。在纳美的家乡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阿龙，实际上算作是慎平的船员。本来慎平的想法是，无论阿龙做什么恶，海军和他们的太阳海贼团都要出手管理。但是没想到阿龙收买了附近的海军，所以他常年作恶，海军总部一点消息都收不到。慎平自然也被蒙在鼓里，这才导致阿龙在可可西亚村作恶多年，让娜美和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慎平向娜美下跪，代表阿龙给娜美道歉，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自己都愿意接受。
山治猛吸一大口烟，大吼道：“那就切腹好了！”纳美却出手制止了山治。他告诉慎平，自己憎恨的是阿龙，但不会因为阿龙而憎恨于人。慎平是路飞的朋友，甚至是一个善良的人。阿龙所做的事情与慎平没有关系，所以慎平根本没有必要为了阿龙的事情而道歉。因为自己遭受了阿龙的事情，才会结识路飞等人。现在的生活非常开心。慎平听到纳美的一番话，想起了当年宽容的一级王妃，想起了忍辱负重的泰格，感动的流下眼泪。看来一级王妃的努力没有白费，世界上果然有很多善良的人类。慎平在讲述所有事情的时候，路飞在一边出奇的沉默。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山治气的一脚踢在了路飞脸上。路飞揉揉眼睛，醒过来，惊讶地看着慎平。故事讲到什么地方了？为什么慎平会哭？回忆到此为止，现在大家准备联手对抗霍迪一伙。按照小巴的说法，霍迪是一个比阿龙更恐怖、更仇恨人类的鱼人。阿龙虽然厌恶人类，但是他不会对同族的鱼人出手，而霍迪对于所有想要和人类交好的鱼人都不会手下留情。今年是4年一度的世界会议，尼普顿王有没有打算在世界会议上递交鱼人族移居陆地的申请？霍迪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决定向王宫发难，但以他的为人，绝对不会仅仅想要阻止尼普顿王，他还有着更危险的阴谋在计划着。这时候，突然爬出来一只巨大的影像电话虫，电话虫爬到大家的中间，从眼睛中投射出视频。视频中，霍迪正面向鱼人岛进行演说，向国民们宣布了自己的野心，毁灭鱼人岛，然后重新建立，自己将继任新的国王。霍迪持续散布着对人类的仇恨，一级王妃的死就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就算面带微笑靠近人类，也会被人类背叛。霍迪警示国民，在他统治下的鱼人岛要制定严格的规定，想要和人类交好的鱼人就会从这个国家消失，不法地带愚人街的暴力分子马上就会移居到愚人岛，帮助霍迪顺利上位。随即，霍迪播放了尼普顿王被五花大绑的画面，动摇了国民对尼普顿一族的信心。霍迪稳操胜券，呼吁国民，如果让这样一个上了年纪不中用的人做国王，愚人岛不会有未来的。娜美看着画面里被捆绑的尼普顿王，陷入沉思。尼普顿被抓起来是因为自己人出手的缘故。山治安慰道，一切都是野蛮绿藻头的责任。慎平吓了一跳，草帽一伙人到底是干什么来了？难道之前还入侵过皇宫？霍迪向国民宣布，3个小时之后将公开处刑尼普顿，作为鱼人族与人类决裂、统治人类的大鱼人时代来临的象征。不仅如此，霍迪还打算将掌握的那些签名当作证据，制裁所有拥护一级王妃、有意愿和人类交好的鱼人。这些鱼人将会作为叛党，被霍迪一个一个抓出来处罚。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鱼人岛。这是比鱼人岛遭受人类海贼袭击时还要可怕的时刻。霍迪不仅残害鱼人同胞，还进行精神打击，准备用高压手段迫使鱼人族活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接着画面切换，霍迪给路飞等人送了一个大礼。被关起来的索隆、乌索普、布鲁克3人，他们被囚禁在一个铁笼中，铁笼则被挂在了一个不断灌入海水的房间里。当尼普顿的处刑结束后，房间正好会灌满水。霍迪打算拿着草帽一伙的人头拿到陆地上以儆效尤。通常反派抓到主角后都不会立即杀死，给主角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距离处刑还有3个小时，足够路飞等人搞事情了。霍迪的这一举措让他马上尝到了满盘皆输的滋味。不过草帽团的人总是能在绝境中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法。索隆3人挤在狭小的笼子里，眼看海水就要把他们淹死了，但他们依然有心情开布鲁克的玩笑。路飞看完了霍迪的演说后，得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的悬赏金居然提高到了4亿，什么时候涨的？百姓看到父亲被抓，十分着急，骑上宠物鲨鱼要去营救父亲。申平立马拦了下来。霍迪最恐怖的就是百姓的能力，不论以后霍迪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只要百姓把海王类召唤过来，他的国家就会被摧毁。霍迪恐惧白星，因此才会和有能力杀死白星的范德戴肯合作。如果白星在霍迪等人面前露面，那就是正中了霍迪的下怀。霍迪会毫不留情地将白星杀死，抹除一切给自己造成障碍的人，这就是霍迪的性格。路飞捏了捏拳头，打飞这种嚣张的敌人，还是由我出手吧。慎平却一摆手，不允许路飞和霍迪交战，因为一旦开打，鱼人族会对身为人类的路飞等人更加仇恨，会给未来鱼人族申请移居陆地造成阻碍的。这件事只有慎平有能力出面解决。但是路飞没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自己的伙伴被霍迪抓住了，自己一定要亲手将伙伴救出来，就这么简单。慎平一看，你这小孩怎么不听劝呢？和你说了这么多，你居然还是一根筋，那就没办法了，只好干一架，用武力阻止路飞。路飞冲向慎平，打算直接闯过去，慎平梗口打出鱼人空手道瓦胶正拳，这一招根本无需碰到路飞的身体，直接利用冲击波把水分压缩后扩散到对方的体内。
路飞吃了这一招，被打飞出去，跌倒在地。路飞跳起来，气得瞪圆了双眼，开启2档，准备再战。慎平也打出拳头迎战。这时，罗宾突然出现在2人中间。不过此时，路飞和慎平已经无法停止手中的动作，眼看就要打中罗宾，山治扑过去想将罗宾护住，结果这个罗宾居然是花花果实制造的替身。路飞和慎平一人一拳将山治捶倒。罗宾从森林中走出来，笑着说：“不论怎样，慎平应该都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人，打架是不对的。”路飞和慎平冷静下来，慎平向路飞分析了整个局势。因为常年累积历史印象，在鱼人的心中，人类就是一种凶暴的生物，凶暴的人类对鱼人只有歧视，不会有关爱。因为阿龙是鱼人，所以被打飞了。这么想的鱼人不在少数。路飞一伙是打败了阿龙的人类，如果此时再和霍迪开战，就算最后打赢了，路飞一伙人胜利的身影也只会让鱼人联想起从前那些不可改变的历史。山治爬起身来，吸了一口烟，告诉慎平，草帽一伙有自己战斗的理由，霍迪一伙抓了他们的伙伴，这就是最大的理由。而且如果放任霍迪不管，整个鱼人岛也会被他掌控。仔细说起来，这个岛上也有很多曹沫团的朋友，凯米、白星、小巴，最重要的是还有路飞重要的恩人慎平。正因为这里是朋友的国家，草帽一伙绝对不会不闻不问。路飞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慎平怒目而视，只要自己决定要去战场，就一定要去。慎平却依然不肯让步，路飞气得大吼：“那就只有打飞你了！”另一边，看着不断上涨的水位，布鲁克和乌索普互相攀比起谁在水中更厉害。乌索普说自己小时候有个外号“东海小潜艇”，下潜25米不是问题。布鲁克说自己虽然不会游泳，但是能够在水上飞奔，这种海水跑起来不是问题。索隆大骂：“吵死了，闭嘴！”布鲁克的乐观是有道理的，人只有在胸有成竹的时候，才会在困境面前乐观起来。布鲁克使出了自己2年中通过创造歌曲而练就的绝技——灵魂出窍。灵魂之王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不仅歌曲摄人魂魄，自己还可以完美的操控自己的灵魂。根据布鲁克所说，这个招式是在自己创作最低迷的时候练就的，而有了这项技能后，自己的创作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因为自己可以利用灵魂出窍穿过墙壁，可以看到任何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布鲁克通过侦查发现了希望之光，城里的鱼人们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见了，不过帕帕古却留在了城堡里徘徊。乌索普交代布鲁克让帕帕古找笼子的钥匙，索隆冷酷地说：“不用，只要一把刀就可以了。”可怜的帕帕古独自一人在城堡里游荡，吓得浑身颤抖。明明是被叫过来参加宴会的，眼下气氛好像有些不对，总有一种背脊发凉的感觉。帕帕古本来就已经害怕的不行，隐隐约约就听见有一个惊悚的声音在呼唤自己。帕帕古哆哆嗦嗦地回过头，只见一个绿色的鬼魂穿过墙壁向自己冲来。帕帕古吓得一边大哭一边狂奔，任由布鲁克怎么解释，帕帕古根本听不进去，只顾着疯狂逃命。另一边，尼普顿的3个皇子率领岛民迎战霍迪的新鱼人海盗团，3个皇子还是颇有些身手，将霍迪手下的那些狂热分子打败捆了起来。另一边，龙宫城内，霍迪胸口被索隆砍伤的地方隐隐作痛起来，霍迪抓了一把凶药吃下去，暂时抑制住了疼痛。仔细想想，如果没有海水优势加凶药，霍迪恐怕早就被索隆剁碎了。这些人类海贼的身手跟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段位。霍迪简单做了一下布局，将龙宫城远远的居民赶走，让愚人节的歹徒们住进来，这样龙宫城就会成为一个集体仇视人类的理想国度。安排了这些之后，霍迪让手下绑了尼普顿，将他押往处刑的广场。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